好，接下來關心是川普把白宮變成股票交易了嗎？現在來關心到的是3642筆的交易哦，是川普的交易正式的曝光。一邊呢他在推薦股票，一邊又自己買進，包括了他的女婿啊，還有小川普全家一起做海撈。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這真的是史上美國最大一次的利益衝突嗎？我們來看到川普天天喊的 American First。結果他自己推出了這個 T1 手機，說要美國製造的一個大旗。結果現在拆開了裡面的手機之後，發現怎麼都是中國製造的，怎麼都是中國組裝的，根本就是這個 HTC 的 U24 Pro 直接換了一個金色的一個外殼哦，就被大家嘲笑說好的美國製造在哪裡呢？另外一個比較有爭議的事情是 CBS 最新的報道，光是今年的第一季而已，川普已經交易了3642筆的股票交易，等於說一天交易就有高達了40筆，總金額現在上看320億，換算新台幣這麼高的一個金額，創下美國史上在任美國總統最高的一個交易記錄。來看到一些交易的時間點，實在是太離奇，因為呢，真的是太近了。首先，它有幾筆的交易都有爭議，不管是針對於戴爾，不管是針對於賽默菲，或者是蘋果股票跟美光。川普在2月10號這一天大量的買進100萬到500萬美元的股票。2月19日，他就直接發表了公開演講，說：“大家趕快去買戴爾的這個股票吧！戴爾電腦發展得非常好，多次為戴爾站台。在5月8號再度推薦之後，我們看到股價立刻創下了新高。當然了，這個川普的口袋也是滿。再來看到的是針對於賽默菲的這筆交易，3月2號。”他還有2月12號分別加碼買進之後，他去參觀他的工廠，又說這是一家偉大的企業。同一天再次買進股票，當然了，他們股價也繼續的飆漲。再來看到是蘋果，3月2號川普買進了100萬到500萬美元的股票。3月11號公開讚揚庫克，還說蘋果加速回流美國。同一天再次買進蘋果的股票。最後是美光了，他分4次進場買，並且說美光是目前最火熱的公司。多次的炒股記錄哦都被發現，這個是一個倍具爭議的事情。那這一季之內瘋狂交易3000多筆，怎麼回事？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手機了，強調美國製造，但是拆開卻是中國製造。苑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這2件事情啊，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犯罪啊。那麼這個可以說是這個川普將來啊那麼重視。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東西，他非常重視11月份的中期選舉啊，因為他到時候就有可能被彈劾，甚至要坐牢。首先第一個的話呢，嘴巴講了一大堆美國製造 MAGA 的，結果後來完全是拿 HTC 的貼牌，售價499塊美金。我當時看這個價格就覺得有問題。說真的啊，因為你現在你想也知道嘛，对不對？你一看它這個售價就知道，它基本上的話就是為了能夠賺一點收一點。就是我覺得 HTC 搞不好也是幫他貼殼了，他自己搞不好連貼殼的人都找不到，收據2000萬，就是這種情況。但是第二點有關於內線交易，這個就是非常嚴重。你作為總統，你放消息，對不對？你作為總統的身份，你一放消息，你影響到股市。大家知道，股市是最公平的，应該最公平的，法律的監督是最嚴格的，对不对？那麼這個來講的話，你這邊舉了很多例子啊，罄竹難書，我都不願意講。因為講了好多例子，就是他每次買了什麼股票啊，就說這家公司好啊，叫大家跟進，大家跟進你就有機會突脫啊，這誰不懂這個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我們每個人都懂這個道理。那川普本身，因為他智商不高，他就會用這種最愚蠢的方法叫大家來跟着買，所以說大家會覺得說這個痕跡就漏了嘛。但是我這邊要強調一個，就是說大家公認知道的，他不是叫 Taco 嗎？他現在叫 Taco 啊，就是 TACOW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呢，經過大家統計啊，發覺每個禮拜3呢，川普的那個 Truth Social 啊，都有 Taco 的消息。Wednesday 啊，他都有 Taco 消息，然後叫大家放空放多持有。你去看，你去查起來。我这個是國內的一個媒體人，後來我查一下，果然他每個禮拜3 Truth Social 裡面都有放消息。當大家覺得很緊張的時候，前面禮拜1是絕對要把你炸爛，炸回石器時代。禮拜2的時候說我真的不想炸，禮拜3的時候突然講說我們馬上就要達成 deal 了啊，就這樣子搞了大概30多次吧，他快40次了
啊。所以說这個裡面消息以他這種身份一放出來以後，那個市場會跟着動，你知道嗎？那市場一動的話，上下，而且這個趨勢很明顯，所以他不是他狗啊。哎，他到了禮拜三呢就放消息，禮拜四、禮拜五買股票，禮拜一、禮拜六、禮拜天休息，禮拜一、禮拜二再制造消息，禮拜三又來一次他口，他連續搞了，他上任沒有多久，大家都覺得說我們好像過了1世紀，其實川普到現在沒有1年吶。你知道嗎？這個問題他媽太嚴重了啊！對不對？這個髒話都出來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覺得他太可惡了，你知道嗎？哎，所以大家都覺得說這個問題真是太麻煩，因為他每一次都用這個。原來克魯格曼就說過他這個跟搞股票沒兩樣啊，對不对？內線交易嘛，你制造消息。對不對？而且他底下很多人，因為他狗子之前的時候，就很多他底下的人就已經去放空啊、做多啊，什麼都開始了。好，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川普他買股票，不是應該要交給第三方嗎？那這樣子有沒有一些利益上的問題？那委員怎麼看？我覺得當川普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不錯的事。對。就是如果將來你手上有什麼樣的美股被套牢了賣不掉哦，就去當川普的好朋友，他出來幫你講幾句話，然後那只股票就可以拉起來了。或者是有一天呢，川普如果自己不想用自己操作來賺錢，他其實成立一個什麼投顧老師的專線，我相信也能夠收到很多會員哦。就因為大家都想跟着川普老師一起來做投資。回過頭來看啊，就是以台灣的證券交易法，我先不要講美國啊，因為美國的相對比較複雜。那麼台灣的證券交易法，川普至少犯了2條罪，每一條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。第一個就是剛才岳老師講的內線，第二個就叫做炒作，這2個是有不一樣的狀況啊。什麼叫內線？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利多訊息，我就趕快先去買了，利多訊息一來了，我的股價就漲了。我知道有利空訊息，我就趕快拋了，拋了之後呢，跌下來之後我就避險了。這叫做內線哦。我想川普在過去這段時間，特別是在伊朗戰爭，我們已經看到他操作內線不曉得有多少次了。就像剛才岳老師講的，他那個上衝下洗，上衝下洗了，他自己掌握了什麼時候打，或者是真的要打還是不要打，他自己心裡頭有一把尺啊。所以呢，他掌握了內線，他當然來做投資，操控全球股市是無往不利的。什麼叫做炒作？炒作就是你拉抬一家公司的股票，你先買了，然後你去拉哦。像我們剛才看到就是炒作嘛，不斷的在做什麼 Dell 這些股票一直不斷的在炒，這叫做炒作啊。所以呢，他幹了炒作，又幹了內線。那回過頭來講，其實坦白講，像他這種角色，本來就應該把所有的財產都信託的。對，為什麼？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如果今天我把財產信託給思敏了，我做任何的決策跟我的財產沒有關係。思敏做投資的時候，他不知道我的決策是什麼，所以當股票大跌的時候，這個負責信託的這一方會怎麼做？會跟着市場走啊，當然要這個設下停損點，趕快賣嘛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但是問題是，如果我今天自己操盤就不一樣咯。我今天自己操盤，我今天看到股票大跌，我可以老神在在的不賣，因為我知道明天就會漲回來了。所以這是中間最大的差別。為什麼川普自己不信託？就以他這種角色，他的財產本來就應該信託。他的財產信託出去之後，他做的任何決策跟他的財產的增減完全沒有任何關係。可是他今天是自己操作自己的這個所有的投資行為，再綁到了他現在有全球決策權這樣的一個角色，那他當然光靠這樣的一個角色，他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了。所以我才說，當川普的好朋友，現在是最值錢的一件事。好，不只是川普的好朋友啊，還有包括他的整個家族，現在也一起在海撈。我們看到這個小川普，他最近投資這個無人機公司，結果呢，看到的是這個五角大廈也準備要直接投資他的相關企業，讓股價消息一出，股價一天暴漲了，達到了70%。那另外一邊是川普的女婿庫許納了，投資了1400億換算新台幣，在阿爾巴尼亞做豪華度假村的開發案，遭到當地民眾抗議說，這邊不是用來給你拿來賣的哦。那麼富比士公布了川普一年身家增加14億美元，川普的家族增加了100億美元，非常的驚人。幹哥怎麼看？所以你說他自己很離譜就算了，我完全同意，剛才大千跟那個老師講的，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叫內線交易。我自己的就是說我自己在台灣的那個跑新聞的資歷，就是看社會新聞。內線交易3年起跳，重罪在台灣，
而且如果你是政治人物的話，馬上打入地牢，你以後完全你们政治生命就完蛋了啦！我跟你講，超過1億的話是7年了。對，金額我正要講到這邊，現在超過1億啊！現在那個大千幫我接上，只要他的金額是超過1億的話，那更加重他的刑期上去。所以你要曉得，那是對一般人就是這樣了啊，何況你是總統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？而且等一下，我還是要解釋一下為什麼白宮已經有發布聲明說，對不起，我們川普總統先生的財產已經由他的子女信託了。可是問題是我們怎麼看到這個川普你自己在買那個投單的啊？对，到底怎麼回事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我是覺得說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下台啊，他不被彈劾才怪。可是他更荒謬的故事在哪裡？你知道嗎？你說他兒子小川普，他現在什麼去投資無人機公司，結果他五角大廈也要準備要投資了，股價一天就暴漲了70%。你兒子幹這種事情，你老子也幹這種事情，那都算了。連你女婿也幹這種。庫許納，你知道多荒謬？這件事情我講給你聽。他跟就川普的女兒伊凡卡兩個人坐遊艇跑去地中海，然後到了阿爾巴尼亞的沿岸一看，哇，這個島很漂亮啊，買下來。然後我們要把它買下來，買不動是吧？啊，買不動。那我們開發大型的這個休閒的度假飯店啊，度假飯店。然後問題是，你知道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？你知道？大家對阿爾巴尼亞可能沒什麼印象。他1990年，他就是說，他從這個就推倒了他以前的總統之後，他現在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以後，然後那個地方，我跟你講，他就很重視環境保護。結果那個島，我跟你講，那個是火鶴，Flamingo。大家常常聽到有個 Flamingo，火鶴的棲息地，火鶴到現在已經是世界保育類動物了。就庫許納一去，他跟伊凡卡兩個一看，好漂亮，我們蓋飯店，挖土機就來了，然後帶刺鐵絲網也上了，然後一般小老百姓一看，我們這個已經保存了幾百年的海灘，為什麼突然會有挖土機上來啊？是，就問總理啊，總理叫什麼？總理叫拉瑪，總理說。沒有啊，這個他還不敢講，是美國總統的女婿來投資的。結果一查發現，阿爾巴尼亞當地的報紙就說，阿爾巴尼亞是不可以被出售的。你這個很丟臉的事情。就庫許納就說啊，不是那個不是，是我的公司啊，不是，解釋一堆。所以大家就曉得說，川普不但是他，而且整個家族在國際上面都是醜聞。我覺得他不僅僅是炒股票，你說那個戴爾啊、美光啊、蘋果啊，這些公司都是大公司。賽默菲大家比較不曉得，可是賽默菲這個公司，老實講一句，他是做醫療事業、醫療周邊設備的，他跑到人家公司去大戰，第二天股票就上漲了。這是總統絕對不可以幹的事情，民主國家絕對禁止這種事情，他全部都幹了。我告訴你，他會被全世界的輿論給公幹的。好，謝謝幹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。